怎么不走了？佛珠感觉到了什么？小心，这里不对劲！啊，出来好多个！
这些活尸模样的，一两个倒还好，多了真不容易对付。我们快离开这儿吧！不好！果然要来，还成群结队，存心让人没活路啊！这恶心怪物！来生，要怎么办？别害怕，我一定保护你。他香菱头一回喊我名字，我这是个呆瓜傻瓜，是名字啊！好，看我的，一定要全力以赴打倒怪物，好好保护他。你们这些混蛋、丑八怪，赶快退散！没听说过挡人姻缘会被马踢吗？我是说，香菱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先躲起来，万一，我只是说万一，我一时没打过他们，你就先逃吧，逃得远些，我来断后。香菱不怕怪物，不会自己逃掉的。好，我们就拼一把。太高兴了，他还是在乎我的，还是在乎我的。同生共死，同生共死，这是说要跟我同生共死。大鹰的叫声。屠苏哥哥来了吗？木头脸，屠苏哥哥，愣着作甚？还不一鼓作气，将其他的打倒！哦，打倒，是要打倒。谢谢屠苏哥哥。木头脸，你来的未免也太及时了吧？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挑这个时候，怎么就不多等一会儿？卿卿我我，全泡汤了，做人姻缘被马踢呀！每次木头脸一出现，香菱眼里就没我了，一定是我命里的门星，一定是！快来匹马去踢木头吧！何意？没什么。你平安无事挺好，真的挺好。晴雪他们呢？未曾见到。我让阿祥第一分寻觅，正看见你与香菱遇险。那个也谈不上险了，只是难办一点点，嘿嘿嘿。死飞鸟，什么意思啊？敢瞧不起人啊？我告诉你，本少爷一路上不知打倒多少怪物，护着香菱，力战至此。香菱，你别怕。大雷还是好可怕。勿要惊慌，雷声虽盛，却未见落至此处，
小心行进，便可无虞。真的吗，屠苏哥哥？阿祥于空中飞过，也安然无恙，只是上层闪电密布，不能高飞。我们也绝不可使用腾翔之术。好，香菱听屠苏哥哥的。走吧。既遇上你二人，料想其他人多半同样落于此地。先找寻会合。屠苏哥哥，等等我！死木头，半路出家，不对，横刀夺爱，好像也不对。不管了，反正死木头就是死木头，让他被马踢。同样的话，凭什么他说香菱就听，我说就半信半疑？气死我也！好像是大鸟的声音。清雪妹子耳朵挺灵，你看那边。是苏苏他们。苏苏。
生！看啊，是晴雪，其他人也都在。都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无事。你们如何？嘿嘿，托恩公的福，有惊无险呐。我们3个人落在3个不同地方，费了些功夫才凑一块儿。我与晴雪妹妹她们倒全在一处，像是轮波舟被吸入漩涡后，遭某种力量激荡崩离，才会有人落得远些，有人却又近些。好在都没什么事，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。对，命大就是万幸。俗话说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以后去赌馆，看样子是会发了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这臭酒鬼还惦记那种事？不如先想想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这地方挺大的样子，雷打个不停，又到处有怪物，出口却没见着。我们到底怎么从海里落到这儿来的啊？适才一路走来，我也留心看过。若猜得不错，此地应为空间下隙之中，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在海中遇险，却来到一个并无半滴海水的地方。何况我与向老板几人醒来之处，亦有轮波舟残骸，可见自被卷入黑色漩涡后，多半是直接落到此地。以明红玉之意，确有极大可能。不是很懂，再说清楚些。空间下隙又是啥？对呀，老子也半点没懂。可还记得，所谓洞天日月，乃指仙境虽属人间，却又仿佛在另一时空中。其实什么仙境之说，还不是凡人所封。洞天日月，何之于此？在我们眼中看不见之处，空间与空间彼此交叠，彼此之间亦有许多下隙存在。那为什么说这里只是缝隙，而不算另一个空间呢？寻常洞天日月，其中一切必定与我们所见山河草木一般，有序运转。此处却电闪雷鸣，气流极不稳定，故我猜测，只能算不同时空间一处下隙。而海中那个黑色漩涡，或许便是因力量动荡，偶然开启的一个缺口，正被我们遇上。老子明白了，说穿了，还是咱们倒大霉，好死不死撞上这茬。这样，懂是懂了，可听起来悬而又悬，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出去呢？回到我们以前在的空间？恐叫诸位失望，我也不知。眼下唯有四处寻找，看看有无线索。我们不会永远都要待在这儿吧？不会，无水无粮的，几天就得死翘翘了，哪还用得上永远？
喂，臭酒鬼，你别吓他好不好？说实话也不行啊！全是因我之事，拖累诸位。哎，话不能这样讲。有关百里小哥啥事儿？坏运气来了，挡也挡不住，除非咱们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了。香菱没有妖怪屠苏哥哥的。苏苏，你不要这么想，我们努力去找，一定能找到法子离开的。是啊，木头脸就别又那什么自扰了。多谢。当初我和大哥在海上飘荡几年，跑了许多地方，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怪事，就当长见识了。长见识，很长见识。哈哈哈哈！老子等不及要去别处瞧瞧，还能有啥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？我们来的那边可没路了，也不见什么出口，不晓得另一边怎样。另一边呀，还没去看过呢。要不现在就一起去？走，左右没啥办法，多走动一下，只有好处，没坏处。哇，你们看，那边是不是有个人？哪里？你看错了吧？
刚才真的有一个。奇怪，走太久眼花了。我好像也看见了。一下有，一下没，见鬼不成？佛珠没有变。求着上寻常人，不是活尸。不管了。好二，前面那位姑娘。喂，姑娘，你等等啊！喊得够大声了吧？他怎么头也不回？事有蹊跷，会在这儿出现，又怎可能是寻常人？我们先跟上去看看，别再出声。哦，好。今日夫君约我在此地相见，莫不是想要赏春踏青？有何不可？年年春色，皆有不同。与训方共看，乃是人间一大乐事。明明就住在一个屋子里，还留书相约，我当是谁写给我的信呢？哦，训方希望是谁？明知故问，不和你说了。春日晴好，与卿相约，训方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的不得了。怎么了？成亲至今已半年有余，嫁给我，训方可曾后悔？夫君，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我永远都不后悔，这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有时候夜半醒来，看着夫君模样，我都不敢相信，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了，像做梦一样。世上最美最美的梦，怎么当心梦醒了，不见了？傻姑娘，我好好的在这儿，怎会不见？夫君，我喜欢你，和对爹、娘、姐姐他们都不一样。你一定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。哦，我猜猜，像喜欢你养的小雀儿那样？还要多一点点。那是像喜欢你种的花花草草一样？不对，再多一点点。难道和喜欢阿美家的白兔子差不多？我记得每回你见到那只兔子就不肯走了。夫君真是的，明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。好好，是我错，不该逗训方玩。知错能改，还是我的好夫君。你知道吗，训方？
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虽然不知我能不能这样讲，而这一生又漫长还是短暂。夫君，那些事情不要再想了，至少眼下这一刻，我们相守在一起，我觉得好开心，开心极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这样的快乐，感觉像花一样香，像蜜一般甜。假如这是梦，就让我永远都不要醒来吧。我也是，谢谢你，训芳。奶奶的，老子媳妇儿还没娶，看了这不闹心吗？哥，明明是你自己不要，船厂里那些伙计的姐姐妹妹可巴不得。行了行了，那些个母老虎娶回家里还不够烦的嘞。话说咱们要在这儿处到啥时候去啊？我也觉得，人家这样亲亲热热，我们偷听总不太好吧？要想问路，干脆直接冲上去找他们说话得了。不可。为什么？难道木头脸你就喜欢偷偷摸摸看？猴儿胡说什么？仔细瞧着，那两个哪有半分活人气？你是说他们？哎呀！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还有那片草地。奶奶的，果然是鬼！打了雷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刚才那些仅是幻境。幻境？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呢？或许有人故意为之，也说不定。是说有在暗处捣鬼的？谁要害我们？想办法让他们滚出来。眼下还不能断定。莫着急，幻象既已消失，我们便维持初衷，继续往前走。若真是别人捣鬼，谅他们总有现形的时候。老子不怕鬼，最烦就是装神弄鬼。反正该来的总会来，我们接招就是。说起来，虽然刚刚所见全是假的，不过那两人还真郎才女貌，总比这地方那些怪物瞧着顺眼多了。哟，猴儿，该不是见人家姑娘美貌，便看上了吧？胡说！我这人一心一意，才不会见一个爱一个。香菱，你千万别误会。什么呀？不许乱说话！走吧。啊，是该走了。唉，
是儿啊。尹大哥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随便看看。哼，这地方当真有趣的很。